石隐是很强大的一个人，勇敢、果决。九嶷山弟子石隐，愿脱去神袍。你明知朱颜是你的命劫之人，还是动心了。我此生能够遇见你，便是我最大的安慰。然后你为你的动心去承担后果，去破除你们的命劫。你害了我，却也救了我。师父呢，很有责任感，我心系大爱。我虽未参战，却深知民为邦本，本固邦宁的道理。其实你明明可以假死一生，也不用承担世子的责任，但是还是要回去。母亲，因为这是他血液抹不掉的东西。都怪我！他内心其实是很想解脱自己，我只想为自己而活，为自己所爱而活。师傅，怎么回事？你坐在我身边，我心里就更乱了。朱颜她的性格也是那种比较直接直爽、活泼可爱、很开朗，然后很阳光，心中有英雄梦，就是要去保护自己身边重要之人。她也通过她的勇敢，然后通过她的努力，真的做到了。古灵精怪，行侠正义，倔善良。你可以用它去装饰你的虎躯。整体来说，朱颜也是一个非常清晰的成长路线，特别是后期的朱颜，就是他会更有大爱，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美好。哇，痛死了！芷渊，他非常的专一，他知道小人深知那一个人，我不能背叛我曾经爱的那个人，即使那个人已经死去了。他是一个伟大的人。海国君从今日起由我接管。为了保护焦族，保护苍生，保护朱颜，郡主在我这里很安全。他会愿意去牺牲自己，我不后悔。雪露她受原生家庭影响比较大，我出生的时候就看透了世态炎凉、人心勾结，从小就是一个封闭自己内心的人。为了后人，可以舍弃一切。他是想为了迎娶他母亲的牌位，弥补自己母亲的那份遗憾。有很多人在支持着他，觉得自己不再是孤身一人，其实他也被人爱着。青刚他本身就是一个青族旁支嘛，不断靠自己的努力，一点一点获取现在青族将军的这样一个成就。恭喜青将军！青刚比较正直，白雪露要受任何责罚，臣都愿意为他承担。白雪露给了他感情上的开启，成为更加成熟的一个男人。说明这只神兽见证了石影跟朱颜的这一路的所经历的事情，所有的磨难，就他永远希望小影子看见自己是开心快乐的，是给他带来快乐的一只鸟。不要太想老夫啊！他不仅守护着石影，也守护着九嶷山。石宇就是一个不想去争夺皇位，只想当一个闲散王爷的人。我只想平平安安的和我的亲人，和我的爱人在一起。但是他背负的更多的不是他一个人，而是整个家族的问题。他的成长不只在于感情方面，也在于他整个人的担当。儿臣想选白雪英为妃，请父皇成全。白雪英她就是一个按照父亲的意愿来走，会给他造成一种无形的一个躯壳，我不能把我一些情绪释放出来。直到他遇到石宇，不再让人欺负，他会变化很多，会想着说要为自己争取。大司命的性格是不喜权势，他是喜欢隐居世外的人。对于家族，我背负的东西有太多，我有很多恨，对自己的恨，对于当时现状的恨。越是不可得，越是相思入骨。这一部剧呢，它是一个虐恋的情感故事，但是我们尽量的加入一些主题，知命而不认命。你敢说你脱下神袍，不想与他长相厮守？其实他都是人，他是人的血肉之躯，也有人的这种七情六欲。
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之下，就是他有自己的一些追求。剧本身是一个很宿命的剧，但是每个人其实是在打破他们的宿命，以生死为维度，要更广阔一些，希望能带给大家耳目一新的感觉，多样的情感体验。